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皇家评测。今天呢，我们来进行一个开箱，开什么呢？没错，就是我面前的这部小米 Max 3。小米 Max 系列呢，一直以来都是主打大屏幕和长续航的，所以这款小米 Max 3自然也不例外。我们呢也是刚刚拿到这款机器，还热乎着呢。那么今天呢，我就来带大家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上手和体验。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开箱。首先呢，我们打开盒子，那这个盒子还是很大的，然后可以看到手机小米 Max 3，然后呢主打的是 6.9 英寸的大屏幕，18:9全面屏，后置双摄1200万加500万，5500毫安时充电宝级别的大电量。接下来是说明书和保修卡这都不重要。Type C 的充电线，然后以及一个充电头是5伏3、9伏2昂、12伏1.5安的快充头。然后这个盒子里面就没有任何东西了，这个盒子就这样，其实很简单，没有送保护套，也没有送耳机，反正就这么地，然后盒子扔掉。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款手机啊，小米 Max 3，它的背面呢依旧是采用了这个竖置双摄加上后置指纹的设计，这个背面很像一个放大版的小米6X，也不一定小米6X了，反正小米的机型嘛，差不多都这么设计了啊，大家看看就好。然后整体呢，感觉非常的纤薄啊，两边稍稍有那么一点点弧度，手感握起来其实还是不错的，就是稍稍有一点大，跟我的手相比，可以比较一下啊，基本上比我的手掌还要大了。所以说一只手握持的话，可能感觉不是太好，因为我可能需要2只手这么操作才会操作得过来。不过反正这个大屏设计出来就不是让你单手用的，所以说这个单手操作是基本不要指望了。看完了手机的背面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手机的正面。小米 Max 3正面呢是采用了一块 6.9 英寸的巨无霸全面屏，我们来亮屏看一下。这块巨无霸全面屏所带来的视觉效果呢还是非常震撼的，毕竟手机的尺寸和屏幕的尺寸在这摆着呢，屏幕非常的大。然后我们呢也是拿来了小米 Max 2和它来进行一个比较。我们先来看一下外观上的对比。大家可以看到这两款机型其实在大小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甚至说小米 Max 3还要比小米 Max 2要窄那么一些。但是当我们翻到正面亮屏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小米 Max 3的屏幕要比 Max 2大了很多，当然这都是这个18:9全面屏的功劳。而在重量上呢，两款手机其实是差不多的，可以说无论是在外观的大小还是在重量上，两款手机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在屏幕上却有着这个非常大的差别。大家可以看到，这款小米 Max 3也是支持小爱同学的，并且支持语音唤醒的。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小爱同学，好了，经过刚才的一系列设置呢，我们进入到了手机的主界面。之前我们提到过啊，小米 Max 系列一直以来都是主打大屏幕和大容量电池的这么一个机型，所以说在刚刚我们也是体验到了这个18:9的 6.9 英寸的巨无霸全面屏和之前小米 Max 2的时候那块屏幕相比所带来的这个变化。所以说这块全面屏对于视觉效果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看完了屏幕，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续航。小米 Max 3呢配备了一块5500毫安时充电宝级别的大容量电池，支持的是 QC 3.0 的快充。据官方给出的数据呢，是1小时之内可以充满71%的电量。同时呢，它还是支持反向充电的，这也是在小米 Max 2上就加入的一个功能。只不过在小米 Max 3上，这个反向充电的电流从原来的500毫安提升到了1.2安。也就是说它的充电速度会有所提高。同样呢，小米那边给出的数据是用 Max 3给 iPhone 充电，大约在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充满一部 iPhone， 基本上和 iPhone 自带的这个充电头的充电效率是差不多的。所以从充电时间上来看呢， Max 3和 iPhone 的原装头的充电效率和时间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在日常生活中呢，作为 Max 3作为一个备用的电源，绝对是足够用的，至少不会出现那种边充电边掉电的情况。不过呢，如果你想要实现反向给 iPhone 充电，你需要准备一根 Type C 转 Lightning 的充电线。由于我们手头呢，我找了一圈，并没有找到这样一根线，所以说在这里呢，我就不再为大家来进行反向充电的这个演示了。好了，说完了它的屏幕和续航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硬件配置。小米 Max 3呢，搭载的是骁龙636处理器，同时提供了4+64和6+128GB 的2个版本。那么在 Max 3上呢，并没有采用之前大家所期待的骁龙660或者是骁龙710，
那至于为什么没上骁龙660和710呢？我分析可能是出于2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呢，就是电量续航方面，毕竟636的能耗要相较于660和710要小那么一些。第二个原因呢，可能就是出于成本方面的考虑，毕竟这款产品的价格定位在这摆着了，所以你还是需要控制成本的。所以说可能是出于以上2个原因吧，在小米 Max 3上就并没有采用骁龙660或者是骁龙710这么一个配置。不过呢，骁龙636在性能上其实还是说得过去的，至少在日常使用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此外呢，在 Max 3上，小米还对游戏体验进行了专项的优化，所以能够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包括王者荣耀的高帧率模式还有一些吃鸡的流畅度的提升之类的。所以说在日常的使用上面，我相信这个 Max 3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在相机方面呢，小米 Max 3采用了一个1200万加500万像素的后置双摄，同样是支持 AI 场景识别和 AI 实物等功能的。而在前置方面呢，它是采用了一个800万像素的前置摄像头，并且配备了一颗柔光灯。在 AI 的加持下呢，它还是支持 AI 单摄虚化的。由于时间有限呢，我们没有来得及去拍摄一些样张我们也会在后续将 Max 3所拍摄的样张放到皇家评测的微博上，欢迎大家去关注皇家评测的微博来查看小米 Max 3所拍摄的样张。由于时间有限，我们仅仅是对这款 Max 3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上手的体验主要是对于它的屏幕的观感和整个握持的手感，还有一些系统方面的内容。至于性能、拍照和续航方面，则是需要时间来完成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带大家来进行详细的体验了。那么关于这款 Max 3，对于以上方面是续航、性能和拍照，你有什么想问的或者想体验的，欢迎大家关注皇家评测的双微和我的个人微博，就在屏幕的下方。欢迎大家留言来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对它进行测试，并把测试结果第一时间反馈给你。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耶。